已经画出来了，但是面部因为嘴巴是凸出来的，然后嘴巴凸出来，眼睛和周围它其实是有一个凹进去，因为嘴巴凸出来，肯定周围就会面部周围就会显得低。那这个时候从45度角去看的话，其实它面上的话是一定要有一些阴影轮廓在的。然后毛尖儿取一点点黑色啊，毛尖儿取一点点黑色，就像渐变手法一样，毛尖取一点点黑色。首先我们先在哪个位置去做阴影？首先在鼻子上方。好，鼻子上方，眼睛中间，哎，毛尖少量的一点点，做了一点点上去之后，先把笔上堆的颜色擦掉，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窄，你不需要太多的颜色啊，少量的，将颜色铺展开，下方也揉一揉，哎，将这块颜色揉的稀碎，来看一下，是不是眼睛中间和鼻子上，是不是就会有一种阴影轮廓出来了？那能感觉得到。他眼睛那块一下就凹下去了，是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嘴巴周围，为了让嘴巴有一种立体凸出来的感觉，好，从眼睛上方过来，把嘴巴这里的阴影轮廓勾出来，哎，勾出来之后，在周围加上阴影，毛尖轻轻的勾，好，这边，好，嘴巴这一块是不是就有凸起的感觉？嘴巴这一块凸起的感觉一出来，可以了。只要嘴巴这里有一点凸起的感觉就可以了啊。好 ，OK， 看一下，加深一下面部这里。好，背上这里的黄色、棕色阴影。OK， 好，然后到这里肚子上的毛绒感，鼻尖立起来，对，点一些色块或者是扫一些色块上去。好，就这样点点点。好，然后现在的话，我们要先去，刚刚我们画手的时候啊，只是简单的去画了一下黑色，我们现在要把黑色填均匀，因为黑色你看有一些地方我们刚刚填的时候只是大概确定它的一个身形啊，是没有完全填均匀的一种状态。现在呢，我们要把黑色填均匀一点点，以上取多一点黑色，然后把调色盘上的全部用水化开，哎，毛尖挑起来，好，把它脖子下面这里的黑色。哎，填深一点，把手的动作露出来。好，填黑色的时候，边缘可以留一点这种毛绒感。黑色，跟着他手手的轮廓，先把脖子周围这一圈啊填黑，然后把他手手的轮廓，刚刚手手不是没填均匀吗？先留出来，把手手下面周围填上。轻轻的摸尖儿，哎，扫上去。好，再来一点黑色角角。等一下还要画它的脚爪子，画还是不画呢？画吧。好，角角的颜色给它填均匀。对，这个时候你去扫颜色的话，不用考虑留边缘干不干净啊，你扫一点毛绒感出来啊，也没事儿。对，没事儿。甚至有时候我取色的时候，我为了画出毛绒感，我取色的时候会这样子去取。我会把笔毛撑开，这样左右摇摆，把笔毛撑开。好，取完色之后，我的笔毛是这种状态。看到没有？毛是张开的。再揉一下。好，看到没有？毛是张开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扫一些线条，比如说小腿这里、肚子上这里，对。哎，那你看，我就可以去勾一点带毛绒感的边边线条。好，
果说你要画出这种毛茸茸啊，或者是水彩的质感，就这种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啊，你就可以用我刚刚教的揉边手法这样子去画。然后耳朵呢，你再给它加一点黑色。如果说你要画出非常干净的感觉，那你就不要揉，你就直接像我刚开始起步的那个时候定型的时候去画的，对，就是干净的色块，啥也不管，就画干净的色块就可以了啊。那种的话画出来就会偏干净一点，就不要去考虑毛绒感呀这些。耳朵我也给它加了一下。接下来在它的背景给它添一些颜色。我们先来画一个远处的山，好不好？远处给它画一点山。这个黑色里面加一点棕色，黑色里面加一点棕色过去。这边的颜色比较简单，我们就不给你们单独看怎么调色了啊。基本上过了基础课的高阶彩绘里面啊，没有连黑色加棕色都不知道的，那不说了。好，笔尖取一点点啊，黑色和棕色调完了之后，湿笔控水，尽量把笔控制到有水痕无水珠的状态，然后毛尖取一点棕色和黑色，毛尖取一点棕色和黑色，在甲面上我们去做一个三丘纹。三丘纹怎么做？渐变侧推手法，对不对？好，把笔放平啊，侧推有高有低，这样子去扫，侧推出山丘的这种纹路。再来，笔尖取色。好，远处的就这样，远处的就虚一点啊，近处的时候我们就要深一点。刚刚是画了一个远处，现在我们画近处，近处的这个山丘我们就可以画深一点。好，侧推，左右侧推。但是山丘的话，它是有高低起伏的，所以说你会看我在侧推的过程当中啊，有高有低。轻笔控水，笔干了的话，又重新轻笔控水取色啊，这边有高有低，绵延的山丘啊。好，就这边就推过去。那看山丘纹就这种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边缘不规则。我还要在山丘上取一点棕色。好，取棕色，再给它做一点棕色的山丘纹颜色上去。对，侧推 OK。好，这边带过来，好。好，晕染，晕染做好之后，我给它飘几片竹子，没有关系吧？飘几片竹子，竹竿我要用黑色。好，调色盘上的黑色，竹竿用黑色，笔尖取黑色。你直接在熊猫的后面啊，靠近背上这里画几根线儿。好，画几根线，中间不要忘记留空啊，越往上线条越细。好。竹节的地方要跟前面那一根错开来，好，画2根吧。然后交接的地方，我们用笔尖，侧推点一下，侧推点一下，就是竹节的这个地方。好，竹竿画好了之后，画一点枝条啊什么的，轻轻的勾2根枝条，分个叉。对，这里我们可以就是少勾一点啊。点缀一下即可。好，勾2根枝条，然后加叶子。叶子的话，我们这里就直接用棕色来画，就刚刚取到调色盘的深棕色，直接用深棕色，笔尖笔腹取满颜色。好，画竹叶。竹叶的话，就是不管是人字组还是3叶组合、4叶组合，基础课里面都有讲过的啊。画几片飘在上面，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对吧？好，这里就为一片，但是这个叶子之间组合的太规矩了，没有交叠。你可以在合适的位置画一板出来，对，叶子中间、叶子之间啊，有一点这种交错，隐隐绰绰的感觉非常的棒。好，下方中间这里再来2个。OK。然后，枝干枝头上面越往上嘛，就越小嘛，我们就微微的来2片就好了啊！不要忘了树杈儿，对，尖尖上轻轻的点一点树杈儿。这边也是，对，越往尖尖上走，越少，越小。好，竹子也画好了。勾一点背景上，
这里我觉得枝干这里连接的地方太生硬，我又给它把这块靠近熊猫这块枝干揉掉啊，做成这种晕染的感觉。好，然后整个画面的话，看一下，整个画面基本上不缺啥了啊，没啥缺的了啊，留白的空间肯定还是要有一点的啊。好，你还可以在它的脚边画一点竹子啊或者草啊什么的，勾一把草。它脚边这边有点空，对，画2根草啊叶子呀，对，主要还是为了让画面完整性更强一些。对，好，水彩干了之后，我们就底胶啊，先底胶后封层，那主甲部分就结束。先底胶后封层，然后这里演示的部分我就不底胶了啊，我直接封层，因为你们都懂，你们都懂的啊。为了操作的时候节省一个步骤，但是你们做刻甲的话，记住水彩之后一定要得是底胶，而且水彩不能在边缘有任何的堆积啊，或者是流到侧底线里面去了，甲片侧底线里面去了，也不能有任何的堆积啊。底胶整涂包边照灯30秒，然后再封层整涂包边照灯120秒。封层的话，你们可以看你们自己喜好来，喜欢磨砂质感的，咱们就涂磨砂啊。然后这边呢，我是涂了一个亮光封层。好 ，OK， 涂完封层之后，照灯时间120秒。副甲部分的话，我们先简易的刷一个底色，首先用一个透色系的豆黄，豆黄。偏灰调的一个颜色，在甲面上局部刷了，都不用刷均匀的啊，就色块不用分布刷完啊，然后再用另外一个颜色啊，这种透裸色，再给它刷上去。好啊，2个色块就这样子互相轻轻的扫一扫，让它们互相之间产生一种交融。对，就这种，就这样子。我只是想一次性把2层的东西给它做掉，然后后缘的这里的话稍微有点没刷好，再刷一下。抬起来，找一个反光点能看清楚后缘的位置的地方。好，因为有时候你的甲面上是有弧度的，某些角度你根本看不到它的那个边角的细节，所以说进灯之前全方位的转甲片检查一下边缘哪些地方没刷到位的呀，或者是漏胶了的呀，对吧？检查一下再进灯。好，可以了。差不多。指尖如果说产生堆胶，可以用指腹去按压一下，按压完了之后，不要忘了给它包个边。但是因为我这个甲片指尖这个位置没修啊，大家都看到毛毛刺刺的，没修过，所以说它指尖这个位置会容易挂胶。那你们在做刻甲的时候，反正指尖这个地方啊，还是把这个小毛刺稍微抛一下。好了，照灯30秒。底色照完灯之后，上水彩磨砂。对，上水彩磨砂。一旦看到我开始上水彩磨砂了，就说明我等一下直接要开始上水彩了。对，今天的款式就基本上没有打底啊，平时我们画的时候有可能还要给它打个底再操作啊，今天就直接是底色过后直接磨砂封层。好，照灯120秒。副甲上面的话，我们做一点简单的晕染，加一点竹子黑色取到调色盘上，刚刚黑色没有了，我再取一点点。取一点浓厚的黑色和这边的棕色调和一下吧。好 ，OK。轻笔控水之后，取调过之后的黑色，取调过之后的黑色在甲片的左上方位置，画一个色块，对，画一个色块，然后接上一点棕色，笔尖再取一点棕色接上，好，往下做一种渐变。对，随机一点啊，笔就往下带揉，然后揉的话就是你的走的时候，你们可以慢放看我的运行的笔的一个轨迹，然后边缘上对轻轻的揉带一下，对，这个时候就加上一些揉边手法，把色块的边缘靠近边缘的地方雾化掉，不要让明显的色块边缘清晰的边界线影响了整体的一种效果感觉。好，可以再取一点颜色，又从这个色块接下来，对，好。就是这样子一种晕染，有深有浅，有虚有实。虚实的话是深是这边，这里深色区，虚是这边虚的。然后呢，还有个虚实是什么虚实呢？是靠近边缘的地方，这种水圈的位置，给它弱化掉。
靠近边缘的位置弱化掉，因为水彩不能在边缘的位置形成色彩堆积。对，靠近边缘的位置弱化掉。好，中间如果说有水圈的地方不好看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把色块的边缘水圈弱化掉，改变一下它的走势、走向。好，就简单的一种晕染，快速的给它做好，非常摆烂式的一种操作。晕染做好之后，给它画竹子啊。对，刚刚的竹子，我们可以先用黑棕色画一点枝干。还记得刚刚那个枝干是怎么画的不？那枝干就随便冒点儿。线条，哎，线条中间这里是断开的，这里是断开的，没有相连啊。好，竹节的位置错落开一些。对，画一些枝干。有一些枝干呢，还可以做一点交叉，对，好，交叉。竹杆是直的啊，你记住，转弯的地方从它的竹节开始转。好，然后呢，竹节的地方，你看中间线条中间，我这里是不是留了空隙？这个空隙留来干嘛呢？是画竹节。对，竹节呢，可以以色块的形式，笔尖点一个色块在中间，做出那种竹节的感觉。因为竹节的话是竹节的地方宽一点，然后到了竹杆中间竹杆中间会细一点。好，画了3根细线条的竹子，配上一些线条，对，从竹节位置拉一些细细的枝干出来。这个枝干嘛，你就靠着竹杆的地方去画，画的比竹杆再细一点啊，立起来用笔尖去勾。对，画一点分叉出来，不用画太多，浅浅的勾勒一下就好了。然后用刚刚那个棕色、深棕色画竹叶。关于竹叶的画法，基础课里面已经有详细的课程讲解了啊。所以说高阶彩绘款不会再讲太多基础的，比如说竹叶的组合啊、竹叶的画法技法，这种就属于是基础课的内容。好，这边竹子当中，我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画的4叶的组合啊，就是成片状，因为竹叶是有疏有密，它的疏密的话是靠叶片间的一个组合啊来分配的。然后叶片间的组合的话有双叶、3叶、4叶，对吧？那一般的话我都是画3到4片叶子，然后叶子之间产生一种交叠，交叉重叠，尖尖又给它勾出来，交叉重叠就是去制造叶子的有疏有密那种感觉。然后到了顶端的时候，叶子开始变小啊，枝干上就画一点小一点的。往枝干上画一些就是结尾或者是收尾的时候去画的一些竹叶就会偏小一点啊，一般是单叶到双叶的一个组合。非常密实。好了，底胶封层，大家记得先底胶后封层啊，我这里就直接封层了，给大家看一下效果配上一些玉石或者是白色的拉丝胶勾一点线条，对吧？配上一些玉石、碎石啊什么的，那腹甲部分就做好了。那我拿去照灯了啊。好，腹甲的位置的话，刚刚做完这个晕染和竹叶之后，贴了一个贴纸。如果说大家写字写的比较好的话，建议大家手写。这边的话就贴了一个这个白色的汉字，因为白色跟整体风格会更搭一点，贴黑色的话就没有那么搭。腹甲的位置的话是做了一个晕染，大家可以看一下，2颗腹甲的话是做的晕染。这个晕染的话用色也是黑色和棕色啊。具体怎么做呢？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刚刚的无名指的晕染部分，以及大拇指熊猫背景的那个3丘纹的一个做法，这是考验你们的基本功渐变啊。好，接下来做一个玉石，无名指上安排一个玉石，软糖胶取出来，挑一坨软糖胶。软糖胶我们沾取一点棕色，好，和黑色棕色和黑色。黑色少一点吧，因为黑色的遮盖力实在是太强烈了，黑色可以少一点啊。如果说你想要让它的颜色
稍微亮一点，可以再加一点白色进去。好。拉一个丝，然后对折过来，基本上就可以了。你这种玉石的话，中间可以保留一点这种，看色粉间跟胶之间产生的肌理纹路，它会更加的自然一些。这里的指纹的话不用在意，我感觉夏天天气太热，胶会变得很粘稠。再加一点点透色进去。如果说色粉加多，颜色在比较实的情况下，我会再加一点这个胶进去。这里有一点带紫色珠光，是因为之前把那个极光粉弄进去了啊。好，加了一坨透色上去，然后随意的捏一下形状，拧一下啊 ，OK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玉石它就是要保证有些地方非常的清透啊，有些地方颜色又比较实，然后同时呢里面又带着一些撕扯的那种肌理纹路。好，捏吧捏吧，揉吧揉吧，揉成你喜欢的一个形状。捏吧捏吧，揉吧揉吧，揉成你喜欢的一个形状，放上去。那个极光粉好影响我的整体效果啊，真讨厌。边缘可以做一些带就是石头带着的那种，石头带着的那种轮廓感，对，压一下，对，拍平，带着一种石头的，对，就这样拍平，好，就是找一些方向拍一下，像切割面一样，对，就这样拍一下，对，你看它在不同的角度，好，这里太尖了，拍平。好，这个贴好了之后，我可以刷完封层再去一起照灯啊。它上面那个指纹的话，刷完封层就消失不见喽。透感增加。我等一下给你们近距离观看。这里你们最好是先这个软糖胶照完灯之后，再去上封层啊，溜边，对，边缝这个地方，刷子压下去，立起来压下去，边缘的地方溜一圈。如果是在手上的时候，那你们就需要用拉线笔去进行溜边了。哎呀，胶滴下来了，哎呀，好，拿去照灯。腹甲位置这个玉石照完灯之后，我要用白微雕在上面画竹子，画竹叶。要比提笔手叶子画胖一点。对，用的是微雕胶啊，因为下面已经封了层了。好，画一点枝干。OK，拿去照灯吧。好了，今天的款式就结束啦。然后这个中指的熊熊，它的画法和大拇指其实是一样的啊，一样的画法，用的揉边技法去揉色块的边缘，制造毛绒感。然后嘴巴部分，然后通过加深它周围2侧的一个阴影，然后来突出它嘴巴中间这种凸出来的这种感觉。旁边呢是身体下方是做了一点晕染啊，像个小土堆、小石块，然后旁边画了一点竹叶。2颗这个晕染的话。食指和小指的晕染，大家可以截个图看一下细节。